各位朋友，大家好。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这人世间总共走过了34个寒暑。如果我们将他登基的日子作为一个切点，那么他的人生可以分成非常平均的两部分，那就是登基前的17年和登基后的17年。有人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的形成与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和他的生活履历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崇祯皇帝也是这样，他登基前17年的生活历程对他登基以后的17年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当人人知天下变成了一人知天下的时候，一个帝王的性格影响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帝国的命运，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毫无疑问，崇祯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皇帝。他的这些性格缺陷，如果是作为一个守成之主的话，可能还并不明显。而当他面临明朝末年那种天灾人祸的复杂局面中，他的这些缺点就被充分的放大了。他多疑，在他17年的执政生涯中，却总共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换了11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而且他还非常的残忍滥杀，有7名总督被他处死。名人张岱曾经这样评价他，说崇祯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助期，一言不合则欲坠助冤。他有时候表现得非常的自负，可以说是刚愎自用，有时候又表现得非常的自卑，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往往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错失了最好的时机。他的一生都是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那么崇祯作为皇帝的这些性格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如果我们翻看他登基前17年的生活履历，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性格的缘起之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崇祯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登基前的17年，他的日子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来那样的崇祯皇帝。我记得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幸福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毫无疑问，童年的创伤会影响人的一生。崇祯皇帝的童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并不幸福，但恐怕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不幸的程度或许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崇祯皇帝出生于公元1611年万历38年。他的生母姓刘，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的一名淑女。淑女在太子宫中可以说是最低级的侍妾。刘氏出身低微，虽然为朱常洛生了儿子，但仍然不得宠。朱常洛那时候已经有5个儿子，所以对朱由检也并不是非常的关心。不过那时候朱由检还小，这样的不关心对他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一直到了5年以后，也就是万历42年，他的母亲刘氏突然失踪了。据《明史后妃传》记载说，刘淑女是失光宗义被遣薨，葬于西山，第5岁失太后。也就是说，是刘氏得罪了朱常洛，被朱常洛赶出了家门，然后去世的。被遣可以有2种解释，一种呢是说他被朱常洛赶出了家门，也就是说他不再是朱家的妾室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依然是朱家的妾室，但是被赶出了太子府，在别处居住，相当于被打入了冷宫。那么到底有可能是哪一种呢？我们从他最终葬于西山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他肯定并没有被朱常洛赶出家门，因为西山的墓地是当时明王朝皇室的皇家墓地，那是皇家的墓葬群。如果刘氏是被赶出了家门，那他就不是朱家的人，死后也当然没有资格葬在皇家墓地。所以更有可能的是第2种，他相当于是被打入了冷宫，但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在刘氏死以后，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光宗终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意思呢，就是说朱常洛很担心当时的万历皇帝知道刘氏之死这件事情，所以他告诉手下的人，千万不要将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他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呢？如果一个低级的侍妾得罪了他，
那么作为太子的他，将这名妾室贬入冷宫，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他应该也不用担心明神宗万历皇帝会怪罪他。那么他怕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很有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刘氏得罪了朱常洛，朱常洛在一怒之下竟将他打死了。因为如果侍妾犯错，那么朱常洛将他们贬级、罚薪或者是禁足，这些惩罚措施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父亲万历皇帝会怪罪他。但如果他采用了某种特别过激的手段，比如说失手将他的侍妾打死，而且这个侍妾还是他一个儿子的母亲的话，那么万历皇帝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太子做事鲁莽、心浮气躁，而且刑罚过重，这或许会威胁到他太子的地位。本来万历就不喜欢他的这个太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向性格平和的朱常洛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呢？万历42年，在这一年，太子府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朱常洛最宠爱的侍妾李选侍所生的儿子朱由模病逝了。爱妾所生的儿子突然病逝，朱常洛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会不会是刘氏不小心在这个时候得罪了朱常洛，或者说是刘氏没有表现出朱常洛他希望的那样的悲伤，由此就成了朱常洛的出气孔，一怒之下将他失手打死呢？当然了，这些呢我们只是一个推测，但其实不管刘氏最终是怎么死的，他的死与朱常洛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崇祯皇帝的生母就是由他的生父杀死的。崇祯皇帝在懂事以后，肯定也知道了这个事实，那么大家可想而知，他心中的阴影会有多大。生母刘氏去世以后，小朱由检就被交给了李选侍来抚养。那么朱常洛为什么将朱由检交给了李选侍呢？是因为李选侍没有孩子吗？李选侍当时还有一个女儿，比朱由检小1岁，就是后来的乐安公主。小公主那时候只有4岁，还特别需要母亲的关爱。那朱常洛这时候将朱由检交给李选侍来抚养，这不是增加李氏的负担吗？我想抚养朱由检很可能是李选侍自己争取的，毕竟朱由检是太子的儿子。当时的太子虽然有长子，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比朱由检大6岁，但天有不测风云，皇子早逝的有很多，说不准哪天朱由校早逝呢，那朱由检不就成了皇长孙了吗？而母以子贵，那将来李选侍的荣华富贵就有保障了。再者说了，即便是朱由检没有可能登基做皇帝，但至少也是一个亲王啊。作为一个亲王的养母，李选侍也是稳赚不赔的。李选侍又是朱常洛的宠妃，又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所以这时候他向朱常洛提出收养朱由检的要求，朱常洛肯定是不会拒绝的。那么在收养了朱由检以后，李选侍会对他好吗？虽然说在史书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而且呢，还有史书表明李选侍在后来的崇祯朝也受到了优待，似乎崇祯皇帝并没有忘记他的养育之恩。但其实我想可能并非如此。明朝是以孝治国，李选侍不管怎么说，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崇祯皇帝的养母，所以即使崇祯非常讨厌他，但也一定会做个样子，给天下人做一个孝的榜样。很有可能崇祯皇帝在李选侍那里过得并不好。首先，李选侍其人并非慈母的类型，况且他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他的精力自然的更多的放在自己亲生的女儿身上。朱由检对他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不过就是一个政治砝码，是一个工具。而且大家想一想，如果朱由检的生母的死与李选侍的亲生儿子朱由模之死有关的话，那么李选侍会真心的爱刘氏的儿子吗？别说爱，他甚至有可能迁怒于他。再有一个原因，大家知道朱选侍同时也是朱由校的养母，
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李选侍在收养朱由检之前，已经收养了朱由校。因为朱由校是长子，所以李选侍更多的疼爱都放在了朱由校身上，而忽视了朱由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朱由检童年时得不到很多关爱的原因。但实际情况呢，是李选侍收养朱由检的时候，朱由校还是由自己的生母抚养。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是在万历47年的时候才去世的，而刘选侍收养朱由检是在万历42年，那也就是说是在收养了朱由检4、5年以后才开始收养朱由校的。从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能看出2点。第一，据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自己说，李选侍经常对他轻辱，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好。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对皇长孙朱由校尚且如此，那李选侍对朱由检又会怎样呢？肯定会更不好。第二点，李选侍收养朱由校，这更加证明了李选侍并不是一个慈母，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孩子，而是将他收养的皇子们作为他的政治筹码。朱由校是朱常洛的长子，是当时的皇太孙，收养这样的孩子对自己能有多大的好处，李选侍当然是心知肚明。他后来在明光宗朱常洛突然驾崩以后，也确实挟朱由校以至朝臣，将未来的皇帝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大臣们封他为皇后、太后，而且要求大臣们同意他临朝称制，所有的奏折都要经过他的审阅。他还以养母的身份挟持着朱由校占据了乾清宫，后来是在杨涟和左光斗的努力之下，才将朱由校解救了出来，并登基做了皇帝。李选侍最后被迫离开乾清宫，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末3大案之一的移宫案。所以可见李选侍是有政治野心的，他并不甘于做一个平庸的太后或者是太妃，这样的人也不会对他的这2个养子有什么慈母之心。明朝灭亡以后，李选侍并没有选择自杀，他仍然得到了清廷的供养，一直到康熙13年才去世，死的时候已经是80多岁。万历48年，万历皇帝驾崩，朱常洛继位。1个月以后，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他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就是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登基以后，很快就下旨将朱由检转交给另外一个也姓李的选侍来抚养。2位选侍呢，因为都是朱常洛的侍妾，所以为了区分，前面的那位受宠的李选侍被称为西李，而另外一位则被称为东李。朱由检这时候就交给了东李来抚养。西李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其实大家想想也能明白，此时他的一位养子朱由校已经登基，那时候朱由校不过只有16岁，将来即使朱由校驾崩的话，他可能还会有儿子，继承皇位的也是他的儿子，而不可能是朱由检这个叔叔。所以在李选侍看来，朱由检注定是与皇位无缘了，这个政治砝码的功用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再当这个养母了。当时的他肯定没有想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死在了他的前面，而且没有儿子，最后继承皇位的还是这个朱由检。这或许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李选侍对崇祯确实不够好，这才使得非常爱护自己弟弟的天启皇帝登基以后马上将他的弟弟解救出来。崇祯皇帝11岁以前的岁月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别的男孩子可以恣意的胡闹、任性、调皮，但他不敢，他必须谨小慎微，必须在乎周围人的脸色，必须要做一个周围所有的人都喜欢的男孩。所以别人希望他读书，读圣贤之书，他就拼命的读，他的学问比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不知要好多少倍。他努力想要活出在众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的样子，正如他在登基以后努力想做一个万民仰慕的圣君。当别人家的孩子恣意地喊出我要的时候，而他则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我忍。他努力压制着自己心中的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在他的压制之下不断地升腾，不断地寻求突破。终于在他登基以后，那些被压抑很久的我要
喷涌而出，极度的自卑也就变成了极度的自负。虽然都是幼年丧母，但很明显，天启皇帝的性格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天性活泼好动，不爱读书，贪玩，他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他那后来震古烁今的木匠手艺，谁能说不是他小时候搭 LEGO 搭出来的呢？性格比较强势的天启皇帝，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自己这个看似怯懦的弟弟。据三元笔记记载，小朱由检有一天问他这个已经当上皇帝的哥哥，说：“哥哥，皇帝是多大的官啊？能不能让我也当当？”当时周边的人听到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是面目失色。但天启皇帝却不以为意，轻轻地拍了拍弟弟的头，说：“好啊，我做几年就让你来做。”谁也没想到，此言竟一语成谶。天启登基以后，立刻封他的这个唯一的弟弟为信王，而且并没有让他去外地支藩，而是将他留在了宫中，陪伴着自己。小朱由检的第二位养母就是东李，后来被封为李庄妃。李庄妃膝下无子，对小朱由检是视如己出，将他全部的母爱都给了这个缺爱的孩子。不过很可惜，几年以后，李庄妃去世，小朱由检又变成了一个人。不过好在这时候他已经慢慢长大了，虽然已经贵为信王，但朱由检必须还是要活得小心谨慎，因为这时候宫中还有一位魏忠贤。魏忠贤曾经服侍过王才仁，王才仁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生母，也因为服侍王才仁，魏忠贤巴结上了当时的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王才仁去世以后，魏忠贤又被派去服侍李选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西李。移宫案以后，李选侍的势力被大幅的削弱，而此时魏忠贤和且氏的势力已经逐渐的崛起，这样李选侍就与克魏集团结成了同盟。西李和魏忠贤都不喜欢朱由检，他们都想除掉他，想给他安一个谋反的罪名，但他们不敢。据明史记载，天启皇帝待弟弟亲厚，魏忠贤下面的大太监王体乾曾经对他说主上凡事馈馈，独于兄弟夫妇不薄。就是说天启皇帝别的事情都好商量，但唯独对自己的兄弟和自己的妻子非常好，你不能动他们。崇祯也知道自己不见容于魏忠贤他们，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护自己。他常常称病不上朝，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他也做到了6不。所谓6不，指的就是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斜侧，目不斜视，不疾言，不苟笑。他生生将自己活成了一座雕塑。他就像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又碰上了一只凶猛的野兽，他只能选择静止不动，尽量将自己的呼吸都放缓。他要让那个野兽相信，这是一段枯木，一块长满了青苔的废石，一个没有感情、没有生命、没有人要的东西。如此的隐忍，迟早会有爆发的那一天。这个时刻很快就到了。天启7年，天启皇帝朱由校病危，临终之际，他宣人让朱由检进宫见驾。看到自己久未见面的弟弟，天启皇帝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弟弟，你瘦了。”然后又对他说：“务弟当为尧舜。”这等于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的弟弟，让他来继承大统。朱由检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他担心这是皇帝哥哥在试探自己，所以他只能跪在地上，口称死罪，死罪。天启皇帝又嘱咐他，让他善待中宫，指的就是他自己的张皇后，崇祯皇帝的皇嫂，而且还对他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以委以大用。”此时的崇祯似乎突然意识到，那个曾经和他睡过一个被窝，那个对他一直呵护备至的哥哥，也将要离他而去。他心中的那种被君臣尊卑和内心的恐惧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是喷薄而出。他禁不住放声大哭。史书记载，他涕泗横流，愿以身代之。天启皇帝似乎看懂了他弟弟的内心，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口中喃喃地说出了4个字：“弟弟爱我。”然后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
独伤身。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今生未了情。这首诗是当年卷入了乌台诗案，被关押在狱中的苏轼误以为自己必死，所以他写给自己的兄弟苏辙的诀别诗。苏轼一生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在临死前未能见他的兄弟苏辙一面。他在临终前这样说道：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及一见而绝，此痛难堪。苏辙亲自为他的哥哥题写了墓志铭，写道：手足之爱，平生一人，抚我以兄，毁我以师。然后他就安顿了苏轼的家小，将苏轼的3个儿子，也就是他的3个侄子，带在了自己的身边，和他一起生活。皇家之中，兄弟之情尤为罕见。我们所知道的，除了天启皇帝与崇祯皇帝以外，还有明朝的雍正皇帝以及他的13弟胤祥。胤祥的一生对他的4哥都是忠贞无二。雍正登基以后，将军政大权毫不怀疑地交给了自己的这个弟弟，而且他还想把自己陵墓旁的一块地赐给弟弟，让他的弟弟死后也能陪伴他。但胤祥不愿接受，认为这是一个僭越之举，他苦苦哀求雍正让他另选地方。最后雍正无奈之下答应，胤祥马上就在他哥哥陵墓60里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墓地。他还担心他哥哥日后反悔，于是就吞了一口刚刚从他选定的墓地中挖来的泥土，以此明志。胤祥后来积劳成疾，撒手人寰，雍正是痛不欲生。他还特别嘱咐身边的大臣，待他驾崩以后，要有3件物品随葬，一件是孝庄太皇太后赐给他的念珠，一件是康熙爷赐给他的佛珠，还有一件就是胤祥送给他的一个鼻烟壶。天启皇帝驾崩以后，群臣为他议定的庙号是喜，这虽然不算是什么恶事，但绝对称不上美事。这个字让人想起了历史上的唐僖宗。唐僖宗执政期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叛乱，而唐僖宗本人又重用宦官疏于朝政。崇祯皇帝显然不喜欢这个庙号，他大笔一挥，将喜字改成了喜。有功安人曰喜，灿烂光明曰喜，妥妥的一个美事。而天启皇帝的谥号，礼部拟定的是一个哲字。崇祯见到这个字以后，思索片刻，将哲字改为了上哲下辛的那个哲。这2个字不管是音还是义，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但崇祯为什么这样改，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新皇登基，免不了对前任会有一番否定，崇祯皇帝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希望通过此举，让后世的人记住他的那位哥哥明熹宗哲皇帝。崇祯皇帝没有忘记他哥哥对他的嘱托，不过他只记住了一半。他确实善待了他的皇嫂，但对于魏忠贤，他却迫不及待地将他逼死了。魏忠贤的确算不上什么功臣，但他对于皇家来说却是一只忠犬。对天启如此，对崇祯其实他也可以。他从来没想过杀掉已经登基的崇祯皇帝。如果他真的想的话，崇祯根本就不可能进宫见他的哥哥最后一面。而且即便是崇祯皇帝担心魏忠贤加害，他进入皇宫以后自带干粮，自带饮水，但如果魏忠贤想加害于他的话，杀死崇祯也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他自带的干粮饮水挡得了刀，挡得了剑吗？崇祯在登基前学的一切都是怎样做一个人臣，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做一个帝王，所以帝王的心术他并不太懂。帝王们都知道狡兔死方能走狗烹，魏忠贤不过是皇家豢养的一只猛犬，天下的人都希望魏忠贤死，但唯独皇帝不能。其实崇祯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快地处死魏忠贤，他应该效仿他的先祖嘉靖那样，运用权衡之术，让群臣们与魏忠贤斗个你死我活，而他自己从中得利。如果他想惩罚魏忠贤的话，那他其实有千百种的方法，甚至可以将且氏轰出皇宫，让魏忠贤这只哮天犬变成一只单身狗。但他还是那么做了，杀了魏忠贤，文官势力崛起。而到了崇祯4年，他又不得不重新启用太监。
当然，这又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反抗，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登基以后，他的内心总是在那种绝望以后振作，振作以后再绝望的反复折腾中，最终走向了疯狂和崩溃。那个曾经依赖别人，希望获取别人更多好感的小猪由检，曾经对世人来说无害的小猫，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只受伤的老虎。崇祯依然是那样的克勤克俭，登基以后，不管是他还是他的皇后，恐怕都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努力的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圣君，但最终却成了亡国之君。这一生他拼尽了全力，但结果却是糟糕已极。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